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这周你们过得还好吧？上节课我们学到次第决定之理，宗大师说，寂止作为圣观的前行，不是指先获得寂止才能引生对空性的理解，也不是指对空正见产生转变心意的感受必须要先获得寂止。为什么呢？因为透过分别观察的智慧，反复的观则呀、串习呀，是可以能够令我们的心意产生转变。那么不仅仅是对空性是如此，对于无常啊、生死过患，还有菩提心等等，透过分别观察的智慧，反复的观则串习，也能令我们的内心产生转变。那么就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对空性的一个理解，大概可能有几个层次，大概分3个层次。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要穿越疑惑。疑惑分成合理疑惑、等分疑惑，还有非理疑惑3种。那么比如怀疑空性存不存在，觉得应该是不存在，像这样的疑惑就是非理疑惑。为什么呢？因为它超越了事实，它已经跨向非理的地步。那么怀疑空性存不存在，没有倾向性的疑惑，它只是怀疑，还在探索中，就它是等于等分的，它是一个等分的疑惑。那么还有一个就怀疑空性存不存在，怀疑觉得在思考的时候觉得应该是存在的吧。然后这样的疑惑就是合理疑惑，因为它还没有得到决断。那么当我们的心超越了非理疑惑这个阶段，内心对于空性有一定的理解，这个时候的理解就是第一种层次的理解，因为他已经处理完了他的非理疑惑了，超越了。像有人觉得空性应该存在，但是他对于空性能否解决生死存疑，他的疑惑偏向于空性应该无法解决生死，这样的疑惑对于空性存在而言是合理的疑惑，但是对空性能解决生死而言它就是非理疑惑。那么现在是第一个层次的理解。那么第二种就是对空性有正确的理解，但还没有证得空性，就是即使比量证得空性，它也是没有达到的。那么第3种是比量证得了空性，内心确定不疑，确信不疑。关于引生证得无我正见的理解可以从刚刚讲的几个不同的层次来我们试着去学习和理解一下。但是无论从哪一个层次来理解，其实都不需要先获得寂止。透过思维教理斩断疑惑，然后比量证得了空性，内心升起了空正见之后，然后继续不断的串习，然后想办法让我们的内心有所转变，而升起一种强烈的觉受，也强烈的感受。要升起这样的感受其实也不需要先有止作为基础，作为前行，也是不需要的，因为透过串习思则就可以升起了。他宗认为对无我正见的理解有转变心意的体验，就是证得了空性，实际上是转变心意的体验还没有证得，但是转变了内心，然后会认为这就是空性，实际上这时候还没有证得空性，他宗因此就产生了误解，认为对空正见产生转变内心的体验或者觉受的时候，就是证得空性。所以宗大师认为，升起无我正见的理解之前，不一定要先修止。那么一般来说，对于证得空性见没有升起转变内心的体验，就不会注意到空性的内涵。透过学习无我空性的法类，我们就会去想，无我空性应该是那样的，内心就会有所转变，
因为我要长期的串习去观察。虽然这样还没有证得空性，但是对空性已经有了些许的或一部分的理解了。这呢，就是前面所说的，有些人认为仅仅依靠转变心意的觉受就能升起毗波舍那。如果没有像宗大师这样的依据经论很清晰的解释修行的内涵，实际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比如认为可以先获得毗波舍那，然后再获得奢摩他等等。而他宗呢，看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经典依据，而是什么？他无法正确的解释经典的内涵，然后才会呢对修行的次第产生种种的误解。经论当中呢也有说到，升起了空正见之后再修奢摩他，但是这不是指先升起毗波舍那再获得奢摩他的意思。如果证得空性不一定要先获得寂止的话，那么获得圣观需要寂止，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请大家把广论翻到344页的倒数第5行看原文，有找到吗？若尔观须寂止，道理为何？说圣观需要寂止的道理是什么呢？再说一遍，圣观需要寂止的道理是什么呢？宗大师就接着回答了。再看文，有找到行吧？于此解深密经说，若以观慧而修思则，最极思则，乃至未起身心清安，尔时待是毗波舍那随顺作意，生清安已，乃名妙观。故若未得止，纵以观慧任作何许观修，终不能发身心清安，所有喜乐。若得止已，后以观慧思则而修，清安乃生。故观须止为因。下当广说。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就解释密经。对此呢，解释密经说，以分别观察的智慧修习思则与最极思则。解释一下，思则就是对有法进行思则，那么最极思则呢，就是指对法性做思则。法性是什么？前面解释了吧？那么说，若以观慧而修思则，最极思则，这是一种思则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的一个过程。以分别观察的智慧呢，修持思则与最极思则，还没有升起身清安与心清安以前，都是随顺毗波舍那的作意。产生清安的时候，才是圣观。因此呢，如果没有获得寂止，无论分别观察的智慧再怎么观察修，最终呢，都是无法发起身心清安的喜乐。注意哦，观察毗波舍那这里边出现了身心清安的喜乐，大家要注意这几个字。那么这里边身心清安所有喜乐，这里边的所有呢，就是的意思，不是指一切的意思。然后身心清安所有喜乐，就是身心清安所具有的喜乐。身心清安的喜乐获得寂止之后，再以分别观察的智慧进行什么呀？观察修，最后呢，便能够升起清安。所以圣观必须以寂止为因，这在后面呢还会讲。在修毗波舍那之前，为什么要先修学奢摩他呢？就是我们在缘取对境的时候，不只是安住在境上，最主要还是要透过观察的力量引发身心清安。
这个时候呢，才能获得比波舍那。透过止住的力量引发了身心清安，不一定获得比波舍那。所以身心清安有几种啊？有2种，一种是透过什么力量引发的？一种是透过止住的力量引发的。那另一种呢？另一种是透过观察的力量引发的。那么如果没有先透过止住的力量引发了身心清安，注意，没有先透过止住的力量先引发了身心的清安，就不可能再透过观察的力量引发身心清安。因此呢，在比波舍那之前就必须要有奢摩他，因为透过观察的力量引发身心清安，一定要在比波舍那，一定要在比波舍那之前必须要修奢摩他，也就是奢摩他的喜乐要在之前，最后呢，观察的力量才能升起，透过观察的力量而产生的身心清安，也就是比波舍那。有没有听清楚了？这个问题有了这样的一个辨析，因为透过学经典，我们就是把问题心中的疑问、疑惑，然后分析的细一点，然后让我们的内心观察，对教典的观察要清晰、准确，要依据。希望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思考观察的过程要有耐心，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别着急，然后这样多听几遍，熟悉了之后呢，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然后下周见，谢谢大家。